经中美双方商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于18号到19号访华。布林肯在访华前强调，他此行的目标是确保中美竞争不会演变为对抗或冲突，这符合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而中国外交部就强调，中方将阐明对中美关系的立场和关切，坚决维护自身利益，并提醒美方不要幻想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不能说一套做一套。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车队当地时间16号晚抵达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布林肯将从18号开始一连2天访问中国，成为5年来首位访华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来华之前与到访美国的新加坡外长维文会面，两人还举行联合记者会。维文表示，布林肯的访华行程十分重要和关键，世界各国都在瞩目。他希望并相信中美能管控分歧，建立开放的沟通渠道。布林肯作出如下回应。 Intense competition requires sustained diplomacy to ensure that competition does not veer into confrontation or conflict. And again, that is what the world expects of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针对布林肯此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6号透露，访问期间，双方将就中美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要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中方将阐明对中美关系的立场和关切，坚决维护自身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14号，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国务院亚太事务驻青康达就布林肯访华向记者吹风。坎贝尔称，美对华政策是一贯的，即同中国竞争，但不寻求冲突、对抗或新冷战，而希望负责任管控竞争。美方将寻求管控竞争，并在利益相符问题上合作。 康达称，布林肯访华期间，美方将围绕3大目标同中方进行坦诚、直接、建设性沟通：一是建立开放有力的沟通渠道；二是重申美价值观和利益，明确坦率提出美方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关切；三是探索在符合美利益的议题上开展合作。美方并不期待通过此访取得某种突破，或是改变两国互动方式。 对此，汪文斌强调，美国将中国视为最主要竞争对手和最重大地缘政治挑战，是对中国的严重误判。我想再次强调，美方不要幻想从实力地位出发和中国打交道。中美两国必须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基础上发展彼此关系，尊重彼此在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上的不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汪文斌还强调，中方对话沟通的大门是敞开的，两国的沟通也一直没有中断。沟通要解决双方的关切，要有实际效果，解决问题，不能一边沟通一边损害对方利益，不能说一套做一套。中方是以一种开放的态度来欢迎这个中美之间的沟通对话，所以这次布林肯来访呢，我们也是持欢迎态度所以这个它最重要的价值或者第一位的价值就是说，能够重新恢复两国 高层之间的沟通往来，这个无论是对于两国之间的这个危机管控然后或者说更进一步的这个推动两国的合作避免战略误判都是非常重要的。 16号，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了一则来自白宫高层的内幕消息。报道表示，2月份所谓气球事件几天后，拜登总统曾表示希望以中美领导人对话来缓和两国关系，但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却阻止了拜登。 深圳卫视注意到，5月份拜登在日本广岛参加完7国集团峰会后，对国际舆论用“傻气球事件”来形容2月发生的事情。观察认为，拜登这是在给布林肯访华解套。此外，与一般外访的新闻通稿中经常出现的“应对方国邀请”的字样，没有出现在这次布林肯访华的新闻通稿中，而使用了经中美两国商定的表述。这显示美方急切推动布林肯访华成行。 美国舆论普遍用“稳定重启”来形容布林肯此行对中美关系的意义。美国国家公共电台报道称，美国官员希望布林肯此次访问将为更多的双边会谈铺平道路，并重新建立关于外交和贸易问题的例行交流。 实际上，在媒体爆出布林肯访华消息的几乎同一时间，美国财长耶伦再次表述希望访华，并在美国国会强调与中国脱钩是一个错误。我觉得从最近中美高层的一些互动和这个沟通机制的恢复来看呢，我们可以认为中美关系呢正在迎来一个缓和的窗口期。包括我们注意到今年年底要在美国召开 APEC 会议，那么这个也是 两国的领导人进行面对面沟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所以我们有理由对接下来一段时间的中美关系呢抱有谨慎的乐观。值得注意的是，刚刚过完100岁生日的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布林肯访华行前也接受了媒体采访。他用“站在悬崖之上”来形容目前的中美紧张关系，并希望中美通过对话缓和局势。
他警告称，美国如果只关注本国利益而不顾国际社会需求，将变得孤立。基辛格还指出台湾问题的敏感之处，并表示，如果任由紧张局势继续发展下去，台海很可能会发生军事冲突。基辛格同时表示，他确信的一件事是，如果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爆发战争，都不可能取胜，或者只有付出不成比例的代价才能取胜。他发出这样的警示，我想对于当前美国更理性的更加健康的来看待中美关系，看待重视这个台湾问题作为中美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冲突爆发点及时的悬崖勒马及时的回归理性让中美关系回到一个稳定健康发展的轨道是非常重要的。本周，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对日本进行了为期2天的访问。在日本期间，沙利文参加了美日韩国家安全顾问3方会议，以及美日菲首次国家安全顾问3方会议。2次会议的重点都是中国，涉及东海、南海和台海。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马上要到中国访问的节骨眼上，沙利文到中国家门口大搞小圈子政治，是何居心？来看看报道。对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和美国国务卿前后脚访问日本和中国，有美国官员对媒体表示，这样的安排只是巧合，但也有美媒形容这是美国的外交出击，也体现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这样一个复杂性。美国更多的是希望通过它的联盟关系的这个巩固和强化，从而在这个中美竞争中获取更大的这样一个优势。值得警惕的是，在日本举行的首次美日菲国家安全顾问3方会议，参会的除了沙利文，还有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秋叶刚男和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爱德华多·阿诺。这次会议的新闻稿显示，美日菲就推进防卫合作达成共识，讨论了广泛的地区安全挑战，具体包括南海和东海及朝鲜问题，并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日本共同社赤裸裸地指出，美日意在透过3国合作形成对中国的包围圈。值得注意的是，美日菲国家安全顾问3方会议机制由日本提议发起，日本有借助美菲之间的关系，不断加强与菲律宾的安全联系的意图。有参会的日方官员透露，日本打算向菲律宾提供军事援助，以加强第一岛链的防御，协助确保海上通道安全，并防卫台湾岛西部侧翼。有日本媒体认为，这是要极力促成日本自卫队自第2次世界大战以后首次重返菲律宾的军事基地。日本退役海军上将、自卫队前统合幕僚长河野克俊预测称，菲律宾会让日本自卫队使用军事基地，就像对美国开放基地使用权一样，并允许日本自卫队飞机在南海进行所谓巡逻。至于日本将向菲律宾提供哪些装备，日本外交部发言人拒绝回应。但河野克俊指出，雷达对菲律宾来说非常有用。他还透露，日本希望通过援助雷达来获取巴士海峡的情报信息。而巴士海峡位于台湾岛与菲律宾之间，被认为是第一岛链中连接南海与太平洋的咽喉要道。此外，河野克俊还表示，未来日本可能向菲律宾提供反舰导弹等用以封锁巴士海峡的武器，但目前日本的法律禁止导弹出口。而此前，日本已经透过防卫装备品和技术转移协定，向菲律宾提供了巡逻船。去年12月，日本首度派遣2架 F-15战机飞赴菲律宾克拉克空军基地，与菲律宾空军举行联合防空训练。今年4月，日本观摩了美菲的联合军事演习。6月初，美日菲的海岸警卫队首次举行联合训练。这些行动被外界视为可能是日菲签署允许互相派遣军队的互惠准入协定的前兆。有日方官员表示，希望在1年之内与菲律宾签署这一协定。分析指出，一旦签署，将意味着美国极力拉拢的美日菲3方同盟将成型。值得注意的是，菲律宾政府在外交关系上表现出模糊性。菲总统马克思就在多个不同场合表示要维护好中菲关系。据菲律宾 GMA 电视台网站报道，马克思总统8号表示，菲律宾并未远离中国。他还表示，中菲之间的分歧并不能决定中菲关系的全部。就在美日菲3方在日本开会的同一天，菲律宾举行了中方对菲捐赠2万吨尿素肥料交接仪式。马克思对中方善举表达了由衷的感激。他赞扬道，在菲律宾需要帮助的时候，中国没犹豫，立刻就行动了。近期，中国海军7级光舰也赴菲律宾马尼拉港进行友好访问。在中美之间做平衡是最符合这个菲律宾的这样一个利益。但是如果说美菲关系的强化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那么这个可能就会对中菲关系造成这种非常重要的冲击。
15号，沙利文、秋叶刚男和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赵泰庸举行会谈。日本朝日电视台称，美日韩三方主要讨论了与中国和朝鲜有关的议题，并商定要协作应对。此外，还协商了美日韩三国首脑会谈的安排。白宫在声明中声称，美日韩三边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强大、更具潜力。来关注半岛局势。6月16号，美国海军密歇根号巡航导弹核潜艇停靠韩国釜山作战基地，这是美韩领导人4月发布华盛顿宣言相关条款的跟进措施，也是近6年来美国核潜艇再次停靠韩国的港口。据悉，美韩海军还将举行联合特战演练。在半岛局势不断升温之际，美韩再次做出破坏半岛无核化的行动，给东北亚安全增加哪些风险？来看看报道。据韩联社报道，美国海军俄亥俄级密歇根号巡航导弹核潜艇16号上午10点停靠韩国釜山作战基地。这是密歇根号自2017年10月以后，时隔5年8个月再次访韩。韩联社在报道中表示，这是韩美领导人4月联合发布的华盛顿宣言的跟进措施。韩国海军作战司令金明秀称，这彰显了韩美同盟压倒性的能力和态势，体现出依靠力量实现和平的意志。此外，韩国 KBS 电视台还透露，根据华盛顿宣言，美韩商定成立的核磋商小组，双方即将召开第1次会议，正式启动会议程序。深圳卫视注意到，华盛顿宣言是美韩元首首次单独发布有关核保护伞，也就是延伸威慑的文件。此前，美国为日本和北约成员等30多个国家提供定制型核保护伞，却从未通过相关专门文件。韩国媒体声称，这在美国盟国中可谓史无前例，体现了美国保护韩国的强烈意志。但华盛顿宣言的核心内容之一是韩方邀请美国弹道导弹核潜艇驻扎在韩国军港，这将是40年来首次。美方匿名官员还透露，除核潜艇之外，还将有定期的其他主要平台，包括轰炸机或航空母舰，但是那些资产不会有据点，当然也不会有核武。美国科学家联合会当时表示，冷战时期，美国在韩国部署了数百枚核弹头，但1991年，美国将所有核武器撤出朝鲜半岛，并宣称支持半岛无核化进程。然而，华盛顿宣言明显是对半岛无核化进程的破坏。美国在朝鲜半岛部署它所谓的战略资产战略轰炸机、航母，包括核潜艇，它的真正目的是以朝鲜半岛为一个支撑点，那么向周边国家去进行这种核威慑，甚至我们说核讹诈。其实我们讲像密歇根号这样的这个俄亥俄级的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那么它实际上的主要打击目标绝不只是北方，它对周围的比如中俄其实也会形成一个巨大的这种我们说威慑。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开进韩国釜山港的密歇根号巡航导弹核潜艇，并非华盛顿宣言提及的弹道导弹核潜艇。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搭载的是巡航导弹，主要用作2次核打击力量或者战术打击力量，而后者发射弹道导弹，即可搭载核弹头的洲际导弹。密歇根号最惊人的是它搭载导弹的能力，可携带150多枚射程达25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有美媒形容密歇根号核潜艇拥有让战斧导弹倾盆而下的饱和攻击能力。实际上，密歇根号是世界最大的潜艇之一，长170.6米，宽12.8米，水下排水量为1.8万吨。值得注意的是，密歇根号于1982年服役，迄今已经使用了41年，期间已经经过了1次改造。但美军选择2025年开始再次对其实施延寿改造，因为替代舰型哥伦比亚级核潜艇要到2040年才能交付完成。密歇根号此前的改造强化了支持特种部队作战能力。韩国朝鲜日报报道称，这款潜艇是美国海军具有代表性的武器，具备骇人听闻的突袭打击能力和特种作战能力。韩国中央日报强调，密歇根号搭载过击毙本拉登的特种部队。韩国国防部透露，在密歇根号核潜艇访韩期间，韩美海军将举行联合特战演练，加强特种作战遂行能力和互操作性，以反制轮番升级的朝鲜挑衅行为。它是154枚战斧，它是有核版本的，突防能力也好，包括它的打击精度和对纵深的这种威慑也好，战斧是能够排到前几位的。这个巡航导弹版本一共只有4艘，那么这个版本还有一点，它是可以携带66名这个水下的特战队员的。我们也知道，之前在北溪啊，包括在中东的一些这种针对于水下管线的，包括输油管道、电缆的袭击之中，我们说或多或少大家都会怀疑美国的核潜艇用俄亥俄级的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去搞这个所谓海上的特种作战，它确实可能会带来一个潘多拉的魔盒，这个魔盒很容易就会被美国方面打开，进而在印太制造真正意义上的冲突，甚至是战争。
值得警惕的是，有韩国国防部官员透露，继密歇根号核潜艇之后，可搭载战术核导弹的战略核潜艇不久后也有望停靠韩国港口。这一内容已经写入了美韩华盛顿宣言，一旦落实，将是40多年来的首次，将严重破坏东北亚安全格局，必将导致地区局势紧张升级。观察指出，美国企图在韩国部署战略核潜艇，是想突破朝鲜半岛无核化的严重恶劣情形。事实上，美国在涉核问题上一向是拿放大镜看别人，而对自己却要求很低。例如，近年来，美国企图通过美英澳 AUKUS 三边机制，向原本没有核潜艇的澳大利亚输送核潜艇技术；又在日本企图向太平洋排放核废水一事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于韩方来说啊，所谓的引入核潜艇来给自己带来安全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很怪的逻辑。为什么？这核潜艇不在韩国的控制范围之内，韩国方面不可能对它下达核打击的任何的命令。原本可能韩国的很多的港口城市、很多的这个港区上空并没有达摩克里斯之箭悬着，但是现在有了。那么最后，我觉得很有可能会让韩国方面感受到反噬。那么有可能，当韩国方面看到有一天朝鲜半岛被美国方面拖入战争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可能才会去想，现在的这种所谓的部署到底带来的是战争还是和平。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张思南。张先生您好。6月16号，美国核潜艇停靠韩国釜山。作为此前美韩签署华盛顿宣言的具体跟进措施，您对此有何观察？如何来看待美国在韩国部署核潜艇的战略动机？是我在受到或者即将受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袭击，或者是常规武器的毁灭性打击时，使用核武器进行反击。在这种情况下，核武器被作为一种防御性的复仇手段，威慑任何我不可承受的进攻行为，以此保障我自身的安全。我们熟悉的经典核威慑理论，确保互相摧毁，就是基于这一概念。核武器的第二种战略目的，则是将核武器作为一种先导性的进攻手段。首先，在敌人严加防御的阵地上，由浅至深炸开一个缺口，然后让突击部队沿着这个缺口进行大纵深直插。一个经典的示范就是1981年苏联的西方8·1演习。下面问题来了，对于朝鲜的核武器而言，它的存在究竟是一种防御性的复仇手段，还是一种先导性的进攻手段？我相信，任何对半岛局势有基本了解的人都可以得出以下答案：朝鲜发展核武器的核心目的在于保障国家战略安全和自身政权稳定。当然，考虑到国家间复杂的猜疑链，真实情况必然更复杂。但我要强调一点，就真实的力量对比而言，美国加码核潜艇对朝鲜进行战略威慑是完全不必要的。我这里说的不必要，不是说没有效果，而是指完全超出了力量平衡。我在之前的评论中讲过，尽管朝鲜人民军一直展现出某种高调的姿态，但近几十年来，半岛南北之间的常规军力对比已经严重失衡，这一点在朝韩各自不同的军事部署策略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韩国奉行抵近部署，全国超过2/3的军事力量集结在38线以南150公里内的狭窄区域内，这是典型的进攻姿态。而朝鲜呢，则采取了阶梯纵深部署，精锐力量被置于2线而非1线，也就是典型的防御姿态。因此，在当前已然严重不平衡的力量对比下，美国以朝鲜核威胁为理由，向韩国加码部署战略核潜艇，不但无法达成任何平衡，反而是在进一步破坏平衡，更不能让朝鲜所谓三思而后行。其本质还是极限施压战略的延续，只会让平壤方面陷入更深的安全焦虑和猜疑链之中，甚至是迫使朝鲜采取更不利于半岛局势稳定的行为。既然如此，美国为何执意要在韩国部署战略核潜艇？难道不担心半岛局势失控吗？美国在东北亚的军事存在不可能以朝鲜为唯一的针对目标。尽管韩国一直以来避免在美韩同盟和中国之间进行任何目的关联，但美国方面则很明确。早在2021年，美国防长奥斯汀就表示，不仅是来自朝鲜的威胁，所谓来自中国的威胁，也让强化美韩同盟变得更加重要。美国在东北亚的军事存在也许可以轻松压倒朝鲜，但对于中国长远而言必然是不够看的。我在之前的评论中说过，美国的政策决定者非常清楚，时间
站在中国一边。除非当前中美经济军事发展对比出现某种决定性的变化，否则中国在西太平洋硬实力部署的积累迟早会超越美国。在这种悲观的预期下，美国没理由想不到冷战时期在欧洲应对苏联的核武战略。冷战初期，华约在欧洲对北约的常规军力优势一度高达6:1，美国于是通过部署核力量来求得与苏东阵营之间的整体平衡。我在2021年5月的一篇文章中说过，美国如若在未来的国家间博弈之中无法维持常规军力优势，大概率将沿袭利用核武器维系整体战略平衡的核战略。很眼熟是吧？没错，美国采取了朝鲜的策略，或者说朝鲜采取的就是当年美国的策略。但相较于朝鲜是为了自保，美国则近乎于纯粹的无耻。美国在东北亚部署核武器，远非是因为某种切实的国家安全必要，而是为了所谓的离岸平衡，为了保障自身霸权的优势地位。美国不惜在常规对抗中引入核武器，给其他国家制造最大程度的不安全感，让东北亚笼罩在核战争的阴影之下。英美 BBC 在此前的一篇报道中就指出，当美国的核潜艇来到韩国，就说明美国已经放弃了半岛无核化的目标，并公然代之以核对峙。而在这场核对峙之中，除了美国，所有人都是输家，因为美国是域外国家，随时可以拍拍屁股走人，哪管身后洪水滔天。所以最后回到你的问题，美国不担心半岛局势失控吗？我想真正的问题应该是，美国为什么要担心半岛局势失控呢？好的，谢谢张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俄罗斯总统普京16号在被称为俄版达沃斯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发表讲话，时长约80分钟，被俄媒形容为创下新纪录。在乌克兰危机仍在延烧的背景下，普京此次讲话涉及俄乌冲突走势、俄美关系、俄应对西方制裁、核武器等多个内容，备受国际社会关注。另一方面，由非洲4国总统组成的和平代表团这2天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穿梭访问，并提出非洲版的和平建议，但遭到了俄乌的拒绝。普京在讲话中全面总结去年以来俄罗斯克服外部制裁压力、推进经济转型复苏的成果。他表示，去年2季度对俄罗斯经济来说是最困难的一个阶段，但俄罗斯采取的战略成功了。今年4月，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3.3%，财政总体收支平衡。普京还称，俄罗斯一直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活动。去年，俄罗斯商品出口金额达到5920亿美元，创近10年新高。俄罗斯还加强了与有关的地区合作组织和国家的本币结算，并提高与金砖国家、上合组织国家等的本币结算。我觉得我们确实还应该很客观地看待普京的这个发言啊，就一方面它能体现出俄罗斯经济的韧性啊，毕竟俄罗斯是一个大国，然后它的各方面的资源呢，特别是一些基础的材料啊、农产品啊这些关乎国计民生的啊，我们说这个民生最基本的保障的这些用品，它是能够自给自足的。但是我们毕竟还是要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俄罗斯的经济现在正在被它的战争所拖累，所以这方面来讲，它的即使可能是有所增长，或者说是增长没有预期的这样的放缓啊，但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深问，那么普通的民众真正的社会发展从这样的一种经济增长里会受益多少啊？其实还是要进行客观的看待。在回答有关俄罗斯依赖中国的提问时，普京作出如下表态。Когда я слышу, что вот вы попадете в зависимость от Китая, а вы не попадете, вы уже давно попали. Понимаете, в чем дело? Попали давно уже. И ничего, вроде как, им хорошо попадать. 在回答主持人关于俄罗斯和西方关系的提问时，普京笑称俄罗斯从未关闭外交的大门，但西方关了半扇门，现在又从门缝里窥探。Мы не закрывали никогда. Это они решили там прикрыть в щелку, заглядывают к нам с вашей помощью в том числе. Конечно. 普京表示，俄罗斯和美国几乎没有接触。他谴责美西方一直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断激化局势。他提及俄军近日在对乌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再次摧毁乌军多辆北约援乌豹式坦克，并警告美方一旦援乌 F-16，那么结局也将是被摧毁。Это в том числе леопарды. И вчера было то же самое. И вчера были леопарды. Они горят. Также будут гореть и F-16. Сомнений нет.
外界注意到，普京在讲话中首次证实，俄罗斯一直在与白俄罗斯谈判，把战术核武器的一部分转移到白俄境内。目前，第一批核装置已经转移，并将在今年年底之前完成所有工作。将战术核武器部署到白俄罗斯，就是为了威慑、武装和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势力。不同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几天前有关白俄一旦面临侵略，他将毫不犹豫下令使用核武器的说法，普京表示，俄方将保留对这些战术核武器的控制权。我们说核扩散是现在我们整个国际社会在极力反对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啊，为了能够更好的实现这个人类的共同的和平啊。但是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包括普京自己也强调，也就是美国其实在二战之后在陆续的和他的这个欧洲同盟国之间已经在实施这样的所谓的共同的核安全共同的核武器的部署这样。所以最终的这个核武器的使用权肯定还是在美方手里，但实际上在很多的欧洲国家确实有美国的核武器的部署。那么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讲，那么他想通过对等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也要来对抗西方的。白宫首席副新闻秘书道尔顿当天晚些时候在空军1号上对记者称，俄领导人的核言论非常不负责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则称，拜登政府不认为俄罗斯准备使用这些武器，美方将继续非常密切仔细地关注局势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做出在白俄部署核武器决定的导火索是英国宣布向乌提供贫铀弹药。雪上加霜的是，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披露，美国也正打算批准向乌克兰提供贫铀弹。此外，在美西方拱火俄乌冲突的时候，一个由南非、赞比亚等非洲国家领导人组成的和平代表团正在莫斯科访问，并与普京会面。此前，这些非洲国家领导人已经访问过基辅，并与乌总统泽连斯基见面，但乌方已经拒绝了非洲和平代表团的斡旋。在会面中，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分别向俄乌两国总统提出了非洲和平计划10点建议，包括这场冲突必须得到解决，必须通过外交手段达成和平谈判，缓和冲突。根据联合国宪章，尊重各国人民的主权，有关国家都需要安全保障，确保农产品和化肥流通等。The first one is that we are here to listen both to President Zelensky and tomorrow we'll be listening to President Putin, and we do so with deep respect. 拉马福萨还表示，尽管远隔千里之外，但非洲也深受这场危机的影响。非洲希望黑海粮食外运协议能够延续，谷物和化肥能够在市场上不受阻碍的流通，这对于广大非洲国家来说非常重要。国际舆论对非洲国家领导人前往俄乌调停冲突展现出积极态度，认为这表明非洲对维护世界和平的期待。非洲正发出呼吁全球和平的重要声音。这次非洲国家组团出访这个乌克兰，然后呢还会出访这个俄罗斯。那么实际上反映了2个现象一个就是表明这个非洲地区的这个国家呢越来越重视在国际社会发生影响，实际上也越来越反映了这个非洲国家呢在这个国际问题上的这个地位跟作用。那么另一个影响呢，实际上是反映了这个俄乌冲突的这个外溢作用呢，对很多国家和地区呢造成影响。那么对非洲地区的影响呢也是显然的。那么非洲国家呢组团出访乌克兰以及俄罗斯，实际上反映了是一种非洲国家呢愿意在那个俄乌冲突这个调解的过程中呢发挥作用，那么尽快的达成这个俄乌冲突的这个解决。